走，美国现在要对付中国，自己不够，我要拉帮结派。之前不是讲吗 ？ASML 说，我现在对你严格限制了，搞不好你不是 EUV、DUV 都不能用了。还有雷蒙多，美国的商务部长居然也打给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，忍说，我们现在在半导体上面，我们要共同结合对付中国。那刚好恰好是，日本也感受到这样氛围，日本感受到说我跟中国中续一战，所以他2022的今年汉字居然就是战。对，每一年呢，日本都会选出一个今年的汉字。那为什么会选出战呢？因为说实在，今年包括说俄乌战争，包括说像北韩又不断的发射导弹，那包括说像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对抗，让日本也非常紧张等等。所以今年选出的就是战这个字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是战这个字呢？我们先给大家讲，半导体现在也绷紧神经，准备要开战。为什么？最近根据这个日本的共同社的这个报道，他是说美国已经要求日本要响应半导体的对华的这个管制。我们其实在10月初的时候，美国有所谓的3原则嘛。那3原则之后，现在目前为止，美国只有自己本身这样做，但是他要求荷兰目前为止可能下个礼拜会推出相关的法令。另外一个，他要求日本你也给我这样做。那是雷蒙多直接打电话给日本的这个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，就直接这样讲。于是呢，他可能会提出类似美国的这个禁制令。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半导体里面来说话，最重要就是所谓光刻机，或者是蚀刻机。光刻机、蚀刻机里面来说的话，目前会做的只有2个国家，一个叫荷兰，荷兰的艾斯摩尔当然是其中的这个翘楚，它可以做到这个所谓 EUV 可以做到7奈米、3奈米、2奈米以下。但是还有另外一家公司，就是东京威力科创，也可以做 DUV， 只是说它的 DUV 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产品呢，没有这个那么好，甚至 Canon、Nikon 都能够做曝光机或者光刻机。那现在他也要求说，你日本有比照这样办理，如果比照办理来说，所以我不是封锁 ASML， 你日本的也要全部封锁。对，如果能够封锁来说的话，等于中国呢，它几乎是拿不到完全的。你要艾斯摩尔没有的时候，日本的可能替代方案也没有。